二刷《藏海传》第1集里边的细节，有几个真的细思极恐。到时候爹看看我能不能当一个合格的武官分硕郎了。智奴说的武官分硕郎，刚好就是季伯伯的官职。那看来小智奴长大以后要和季伯伯一样做武官分硕郎喽。分硕是什么意思呢？农历每月初一的月相叫硕。我们的农历是根据月亮来记天数的嘛，记录月相完整的一个周期叫做一个月。分硕郎就是推算农历的每个月初一是哪一天，而季伯伯又在相多司，所以还要堪舆选灵，所以这个职位在剧里边就要观天象、定农时、查地理、修皇陵。今夜观星，观到什么？师兄们说东方青龙星宿有流星，可是我上了以后什么也没看到。无妨，那是新秀的流星。东方青龙有流星，又是星宿的流星，这个预示着什么呢？大人忧，臣子反叛，就是皇上有难，周边的人要害他。而且根据这个对话，你会发现这个时候蒯多正要去修丰乱台，发生了什么事儿呢？皇上死了，太子又差点被人毒死，而星宿这3颗星又代表天子、太子和庶子，所以有很大概率流星是划过了代表天子和太子的那2颗星。所以这句台词也不是随便说的，而且这个星宿也和荧惑守心有关系。荧惑就是火星，火星如果停留在星宿附近的话，就预示着当朝的君主要死。汉成帝的时候有荧惑守心的现象，宰相翟方进被逼自杀，替皇上挡灾。所以后边剧情里边藏海说，想让小魏侯爷挡灾。背后其实都有历史上记载的这些赤裸裸的真实事件，而且东方青龙不仅和藏海传高度相关，我们日常生活和传统文化关系特别深。为什么说2月2龙抬头？说的就是东方青龙在2月初的时候，它慢慢从地平线露出来，大家能看到它了。这个时候，它最前边角袖慢慢从地平线抬上来了，所以叫龙抬头。而且端午节的时候，为什么又要赛龙舟呢？也是因为东方青龙，因为这个时候它已经完全升在南方的天空了，所以我们要赛龙舟来祭祀龙神。因为青龙属木，和农业高度相关。春天青龙抬头，夏天青龙完全在上空，秋天的时候青龙要沉入地面，冬天的时候它就完全隐藏在地平线底下，所以它和四季和农业活动高度相关。而且也有俗语说龙兴明，五谷成，龙兴惠，天下灾。剩下的内容我们下期讲。鬼喜为什么叫鬼喜？《藏海传》是不是今年的剧王？这个不好说，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藏海传》一定是上半年6月之前播的最好的一部剧，它可以作为上半年的剧王存在。除了热搜词条说《藏海传》逆跌，逆跌是什么意思？其实逆跌最开始是股票上的一个用词，那现在呢，在影视行业里，逆跌表示呢，比如说大家预期了它的一个票房或者是收视率的一个走势，但是结果呢，没有按照这个走势来，反而比你预期的这个走势要高。这个就做在逆跌，逆跌的情况为什么存在？那就是这部剧的长尾效应特别的好。《藏海传》已经完结了一段时间了，结果它现在的市场占有率还是20%以上啊！《藏海传》最高的市场占有率是40%，这是今年播的最好的一部剧啊！《藏海传》在今年这个比较冷的市场上很牛啊！接下来这个《藏海传》逆跌的情况应该还会存在，因为高考结束了呀，一批高考生又要来了。其实有一些声音会说啊，《藏海传》的权谋它的线不够的严谨啊。但我觉得《藏海传》严格意义上它算是一个权谋剧，你更应该把它当做一个很爽的复仇悬疑剧来看，它的节奏和爽感上做的是很到位的。很好玩的点就是现在大家都会说总台大剧《藏海传》，其实可能更多的忽略了它是酷酷子出钱搞的。那为什么大家印象当中就是总台大剧《藏海传》这个印象会这么的深，这个标签点会这么的深？因为咱们总台也是很有眼光的呀，有这么一部有热点又能输出很好中国文化的剧，当然了，它会不断的去提咯。所以央八和《藏海传》今年可以说是互相成就了。然后暑期档又回来了，又会有新一轮的追剧了。咱们暑假 Tina 一定奋起直追，咱们好好搞事业。关注 Tina， 一起去横店探班，然后一起去更多的电影电视剧的首映礼和见面会，好吗？不开心就来看看 Tina 吧，关注。藏海传在海外杀疯了，大漂亮的娱乐周刊发出感慨，原来风水不是魔法，而是中国人5000年的宇宙代码。网飞的观众看完哭得稀里哗啦，说藏海被百姓挥刀时，我哭得比去看《权力的游戏》血色婚礼还猛。是的，当《藏海传》在全球影视数据库斩获9.1分，单日播放达到4.5亿次，覆盖15个国家，悬疑类中国剧全球评分登顶时，这部用中式美学包裹东方智慧的剧作，正在让全世界观众为之倾倒。当藏海用罗盘定生死，借山河布杀局时，西方观众集体懵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原来风水是对天地的敬畏。
藏海抬手观星象，俯首测地脉，借暴雨洪水诛奸佞，用山势龙脉破死局。山有灵，水有魂，万物共生。当西方话语 PUA 全世界的时候，东方智慧却告诉全世界，人只是天地一粒子，敬畏自然才是生存之许。有一位德国工程师通宵追剧后发出感慨，中国人用风水操控自然，这才是古代的顶级科学。《藏海传》可不仅仅是一部复仇爽剧，还是东方价值观的降维打击。《藏海传》是苍生挥刀的雇佣者，让很多外国人上头了。藏海复仇从来不为私仇，而是刀刀砍向吃人的权贵。洪水来袭，他先护百姓；上位首日，他剑指贪腐。儒家天下为公的魂在他的血液里流淌。外网的一条评论我很喜欢：当权力的游戏中，贵族为铁王座互撕，藏海传却用利他及利己的哲学击穿了整个西方个人主义的神话。藏海传的海外封神绝非偶然，而是因为被5000年文明淬炼的东方智慧，正是这个焦虑时代的解药。藏海传告诉了全世界，中国故事的高级从来不在特效堆砌，而在那融入血脉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克己复礼的生存智慧，家国天下的滚烫灵魂。这一次我们不去迎合全世界，而是让世界来读懂中国。当剧方以一封万滴竹泪3000日10年登进破局时的感谢信与我们郑重作别时，藏海传的故事在荧幕上落幕，却也在我们千万观众的心头凿开了一道通往灵魂深处的光渠。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场复仇史诗的终章，更是一次关于生命韧性与精神澄澈的盛大朝圣。藏海奇人是在深渊里举着月亮独行的殉道者，从深山血海爬出的智子，到朝堂权谋中心漩涡的藏海。他咽下血海深仇的桎梏，却以10年的隐忍酿出了悲悯众生的纯洁。我们所有人的心跳都曾为那一声撕裂虚伪的就是我命不该绝而地震，目光也都曾为雪中穷穷竭力的孤影而凝滞。他步步为营，一剑抽题，策反清醒，在漫天飞雪中手刃仇仇时，尸身血海映照的并非快意，而是巨大的悲怆。当恩公的面具揭开，个人的血泪早已融入家国命运的洪流。但是我们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复仇的终点竟是自我救赎的起点。亲手焚化双亲遗骸的火光中，藏海挣脱了仇恨的桎梏。墓穴外与爱人奔赴的天光照亮了他尘封的心，也烛照了苍生的前路。当城门口2个藏海擦肩而过，那个被权力吞噬的赤木与承载救赎伤痕的自我完成了对于复仇最温柔的告别。所谓破局，破的不仅是阴谋迷障，更是星球牢笼。肖战赋予藏海的灵魂高度，让这个角色穿透人形，直抵人心。藏海灵魂之高，在于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皎洁，而演员肖战灵魂之大，则展露于他对艺术的虔诚和生命的敬器。他设计出命不该绝时抹血残尽的细节，就好像战士图腾般迸发出的悲壮。他以不辩白的沉默应对所有世间的纷扰，将一切托付作品与时间。水浊不污明月色，在这一刻，角色与演员跨越时空，达成了精神上的一个互吻。藏海传有如此的长尾效应，如此的余韵悠长，就在于它馈赠给我们所有观众的精神火种。当藏海在绝境中反击，于逆境中从容栽花的姿态悄然扎根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间时，我们纵无其惊世之才，亦可笑其清醒；纵无其孤勇，亦当学其坦然。而在终章的这一刻，我想对藏海说：藏海，余生的你要活成自己。而这一句亦是荧屏外的我们每一个普通灵魂的自我期许。山河同昼，鱼儿同行。藏海远去了，但他举起的月光永在。那光照亮长夜跋涉者的路，也提醒我们，纵身陷泥淖，心向明月者，终能以痛为舟，渡向生命更辽阔的沉迷之境。2025年5月18日，我打开了藏海传，遇见了你。
2025年的6月11日，我也真正的读懂了你。好的演员遇到了好的角色，就能够有超出作品本身的意义。而《藏海传》也让我们真正看见了电视剧最浪漫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别人的故事里遇到更好的自己。我就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在未来再次相遇。